徐工，下班了。哎，下班了。也就是你一个蛋糕，让我这个世家集团的总裁不远万里从欧洲给你送过来。Mary， 辛苦你了。我要的东西呢？真羡慕你妻子啊！这个温斯顿钻戒，那可是出自英国皇家设计师之手，价值足足2个亿呢。哎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居然让你花这么大心思？毕竟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的礼物嘛。那既然我帮了你这么大忙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帮帮我呀？集团现在发展遇到了瓶颈，当初是你一个人把集团做上市的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集团的情况。现在集团专门派人请你回去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当初说好了，公司上市了，我就退居幕后。如今我儿子都快工作了，我呀，只想跟我老婆好好享受生活。走了。你看，多配你的气质啊！老婆，结婚20周年快！啊，老公，你好，我叫宋阳，是莲儿大学同学，也是莲儿的初恋。喏、你随便放吧。都愣着干嘛？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来，宋阳，快坐。对了，阿姨，这些啊是给您带了些补品，还有这个，给莲儿买了一件 Lululemon 的运动装。莲儿，这种品牌的衣服才配得上你的气质。这个是给一凡的。嚯 ，Rolex 的迪通拿，这表得19万的吧？宋叔你真好。这个太贵重了，一凡不能要。你买不起，不代表宋叔买不起。这点钱对于宋叔来说，那肯定是九牛一毛。一凡怎么能戴这么贵重的手表呢？莲儿 ，you know， 现在10几万对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。小宋，看来这几年你在国外发展的不错嘛。我现在啊是世家集团投资部的部长，年薪有个1000万刀了。就是那个横跨亚欧美的金融集团。1000万呢？我这次回来啊，就是专门来迎接我们公司的新总裁的。我听说他也是我们苏城人。你现在在哪高就啊？我在莲儿他哥的工地上当监工，混口饭吃。毕竟平时我还要照顾莲儿。唉，我看你这也没把莲儿照顾好呀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我这几年在国外遇见的女人太多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在我心里能跟莲儿比的。你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以后啊，多多来往就是了嘛。宋阳，为什么交代你的事情还没有进展？啊，我看今天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你这就走了？哎呦，你跟莲儿这么久没见面了，你俩再聊会儿嘛。不了，阿姨，改天吧。啊。哎呦，宋阳，
没事吧，宋阳？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宋阳。徐朗，你要干什么？徐朗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走了。怎么了？人宋阳回来是专门来看我的，不是看你脸色的。明明是他踢翻了蛋糕，一句道歉都没有。一个破蛋糕值几个钱？宋阳来我们家带了这么多东西，花了这么多钱，还不值你一个蛋糕吗？这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，我专门去买的。哎呀，爸，你看看人家宋叔给我买的手表，不知道能买多少块像你这样的蛋糕，哪有这样对客人？我当初都不让你嫁给他，你非不听。你看看人家小宋，现在出人头地的，他呢，离了你什么都不是，到现在了，还因为一个破蛋糕在那跟你吵来吵去的。徐老，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，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。我为了陈莲放弃一切回国，在你们的眼中，却抵不过一个为了自己而抛弃陈莲的宋阳。我今天本来是要……行了，别狡辩了，这破蛋糕自己收拾了，晚上睡书房去。徐总，我叫宋阳，是施家。徐老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当初都不让你嫁给他，你非不听。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，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。离了你什么都不是。看来我还是要亲自和Mr.徐沟通了。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，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。老婆，我去上班了。老婆，你别生气了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对不起啊。老婆，老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上了年纪啊，连个晨跑都费劲啊。你还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明早就算了。No problem， 行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莲儿，待在国外这么久，连个谈心人都没有，我还想和你好好谈谈心呢。这是在我家楼下，这是干什么？莲儿，你看你穿这身衣服，多显你气质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漂亮。这徐老和你站一块儿，就像个老头儿一样。他比我还小2岁呢，天天在工地干活，早得灰头土脸的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自己。这男人嘛，还是要好好打理打理自己的。你可是咱们当年苏大出了名的校花，他和你站一块儿，谁能觉得他配得上你呀？家里家外都是我在操劳，哪来的功夫收拾自己？这都多少年前的事？咱们这些同学啊，现如今只有你出人头地了。莲儿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你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去上班啊？嗯。哎，我们正晨跑呢，要不要一起啊 ？You know， 莲儿一直有晨跑的习惯。我回国这段时间啊，没事就约着莲一起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这有什么好建议的？
不用管他，还能跑吗？走。Mr. 徐，我想跟你当面聊聊。坐吧。你可是世家集团元老级人物，我现在可什么都不是。徐，之前我们一起拼搏的时候，你总是意气风发，那也是我最喜欢你的样子。那当然啊，现在的你我也很喜欢。你知道的，我们之间没可能。那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虽然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但我想这些迟早都会过去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说回正事儿吧。Mr. 徐，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，希望你回到欧洲，重新担任我们世家集团的总裁。Mary， 你要是来找我叙旧，我非常欢迎。但这件事情，我和昨天的答案一样，没有可能。当初为了他，我放弃了一切来到苏城，现在自然也不可能放下他，跟你去欧洲。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苏城，这杯咖啡我请你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东西。今上午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哥刚刚来电话说你上午翘班，本来应该给客户送的资料到现在都没送到，客户现在很生气。行了，徐朗，现在连班都不上了，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？不是，我就一个朋友来苏城见我，我就过去见了他一面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？徐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女的？徐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朋友啊？特意跑来苏城来看你，而且你连班都不上了。就是一个认识时间很久的朋友，就简单叙了个旧，喝了个咖啡我就回来了。我看你是被人打发走了吧，徐朗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自己什么德行，也就是我当年瞎了眼，跟你结婚，还叙旧。我不管你多少年的交情，你跟我结了婚，就得跟那帮人断干净。喂，宋阳。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这么的不堪吗？哎，莲儿，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，带你见见苏城的大人物。啊！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跟宋阳那都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在一起叙叙旧有问题吗？再说了，人家宋阳现在是大公司的高管，有身份有地位，看看你自己。陈莲，你还记得你刚才是怎么要求我的？徐朗，什么意思？少拿别人跟我和宋阳比。宋阳，一提到宋阳你就变了一个人。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你这么小气？我小气？你要是接受不了，可以说出来，不行就离婚，别委屈了你自己。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废话了。一凡马上要毕业了，宋阳刚才来电话说可以帮一凡解决工作的问题。今晚我去陪他参加个晚宴，晚饭自己解决。陈莲，没想到你居然对宋阳偏袒到这种程度。明明道理自己都懂，可当对象是宋阳的时候，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。Mary，帮我安排一份工作，给我儿子一凡。
儿子工作的事情我可以解决，你不用去陪他吃饭。我去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肚鸡肠啊？你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你连你自己的工作都是我给你找的，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？你一天到晚除了会瞎想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我没有瞎想，我真的可以给儿子。你够了！你越是这样，越是让我觉得恶心。徐朗，你还能不能干了？让你送个材料都这么磨叽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材料给客户送过去，不然你就别干了。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美女，咱们宋总酒杯都举这么久了，你也不表示表示？莲儿，这么些年，我一直梦见我们就是夫妻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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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徐朗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应酬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应酬。不是，徐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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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哪样？你不是挺享受跟他喝交杯酒的？我那只是为了不让他尴尬。徐朗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他不知道你已经结了婚，还是你自己都忘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今天只是为了一凡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让你一个当妈的给宋阳的陪酒陪笑！你说这话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一凡的事儿，我不靠宋阳还能靠谁啊？除了宋阳，还有谁能让我的日子好过一些？你的意思是，只有宋宁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？没错，只有宋阳。怎么还没送过去？你还想不想干？我他妈不干了！谁他妈爱干谁干！你自己看看，你连你自己的工作都帮不住，我难道要靠你吗？徐朗，靠不上。说什么？我说我靠不上你。好，既然你觉得靠不上我，那你就去找宋阳。但是，我希望你别后悔。徐朗，我说过了，今天是为了一凡的事儿。你要是还这么闹下去，咱俩就只能离婚了。什么事儿只要一遇到宋阳，就都是我的错，而我说的话你全不信。原来我们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。陈莲，既然这样，或许是我该放弃这20年的一厢情愿。Mr. 徐，我再次……哎，我答应你回欧洲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或许欧洲才是更适合我。那岂不是让我等到了那个万一？好了，不打趣你了。既然你同意了，就按照我们欧洲的传统，给你办一场迎接舞会，就地明晚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决定就好。
到时候要带上你的舞伴哦。又或者，我也可以当。我只答应你回欧洲工作。等到了欧洲，还怕没机会拿下你吗？跟谁喝的？喝成这样。来，坐。你知不知道醉酒的男人最没用？有事快点说。明晚有一场舞会，你跟我一起参加。只要你跟我一起去，白色工作，你想要的生活我通通都给你。徐朗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幻想了？你凭什么给我想要的生活？明晚宋瑶要主持一场舞会，我已经答应陪她去了。陪你参加舞会，恐怕你连我一身礼服都买不起吧？原来20年的岁月沉淀，在宋然面前不过是一股牺牲。那些我视若珍宝的人，共同经历的风雨，如今的你，不过是一个将就。这套礼服还满意吗？对了，这世嘉集团的新任总裁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们公司居然让你专门为他办了这样一场舞会。他呀，听说呀，他是集团的传奇人物，当年只身一人开创了世嘉的商业模式，并且啊，在公司即将上市的时候退出了世嘉，离开了欧洲。听说他有集团最大的股份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昨天晚上就突然同意回归了。哎，一会儿我带你见见他。走。宋总，好久不见。如果不是这次新总裁上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。杨总言重了，这次回国呀，主要就是迎接新任总裁的。但是我们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，听说 Mary 小姐也来到了苏城。世嘉集团的 Mary 小姐可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能和她见上一面。还希望宋总能够为我好好引荐一下。我也只是 Mary 小姐鞍前马后之人。不过 Mary 小姐如果今天高兴，我一定引荐。徐朗，徐朗，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我不跟到这儿来，怎么能看到你们俩这么近？回家再跟你解释。今天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，你赶紧回去。徐朗，没想到几天不见，穿的人模狗样的啊！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这个场合我有什么不能来？今天这场私人舞会是专门为世嘉集团新任总裁所准备的。你是什么身份，能受邀参加这种舞会？连个舞伴都没有，只怕是从哪混进来的吧？新任总裁？怎么，你认识？那不然呢？我可是集团特派，专程来迎接新任总裁。今天这场舞会就是我主持的，
听你这口气啊，我还以为你就是新任总裁。徐朗，今天这种场合，你胡说八道可是会连累我们一家人的。莲儿，今天这个场合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。一会儿新任总裁来了，看见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这儿，万一不高兴了，那一凡的事儿……你听见没有？别在这闹！到底是一凡的未来重要，还是你虚假的自尊心重要？你赶紧回去，要不然咱们就离婚！快看 ，Mary 小姐来了。什么人敢在世家的舞会上喧闹？什么人敢在世家的舞会上喧闹 ？Mary 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监督实验的主动。Mary 小姐 ，Mary 小姐 ，Mary 小姐 ，Mary 小姐，舞会已经按照您的意思照常举办。这位就是 Mary 小姐，世嘉集团欧洲区总裁，更是世嘉集团的元老之一。诸位，安静，稍安勿躁。宋阳，谁让你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来的？Mary 小姐，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赶出去。我说的是他，你让他出去。他是我的舞伴啊！等一下，她是我的妻子，陈莲。徐朗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。Mary 小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混进来的。你说她是你的妻子，那她为什么又是宋阳的舞伴？Mary 小姐，我跟宋阳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既然他邀请我过来，我自然也是要给他这个面子。陈莲，明明我也让你做我的舞，难道我夫妻这么多，在你心不如他一个外人？徐朗，今天这是什么场合？你一个成天里无所事事的人，有什么事情比宋阳重要？莲儿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把他赶出去得了。来人，Mary 小姐，这个人他就没资格在这儿，更何况他连个舞伴都没有。我可以做他的舞伴。Mary 小姐，恐怕就算你愿意，他也没这个胆子。你现在赶快回去，回家等我回来，我还能跟你好好聊一聊。要是你还留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明天咱俩就离婚。我胡搅蛮缠？徐朗，我每天都在努力维持这个家，努力让你满意。可你呢？你除了疑神疑鬼，这些年你给过我什么像样的生活？我今天来是为了一凡的未来，我只求你别拦着我，这很难吗？真是累了，我受够了。陈莲，20年前是你哭着告诉我要一个安稳的家，这20年我安分守己。你以为我在混日子？我在等着你回头看看这个家，可现在你的眼里都有什么？这本来是我为心爱者准备，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原因。现在我就把它送给你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片遗忘，一片拼凑，如我虔诚，何时双手，唯愿你能得到这。徐朗，你什么意思？陈莲，今天的一切后果都是因为你自己犯的错。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为了一凡四处奔波，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到处操劳。你呢？
你除了疑神疑鬼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如果你所谓的四处奔波操劳，是只跟他在一起鬼混的话，那你还真是辛苦。既然你总是把离婚挂在嘴边，那这次我就随了你的愿。徐朗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在梅尔小姐面前搬弄是非。我可是正式邀请人来作为我的舞伴参加舞会的。你一个没钱没地位的垃圾，也配跟莲儿提离婚？宋阳，这人家的家事儿，少掺和在里面。梅尔小姐，我跟莲儿本身就是情投意合，当年分开也是迫不得已。只可惜现在有人不懂珍惜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场合，请梅尔小姐为我做个见证。莲儿，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？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？天了，这就是男人成功之后寻回真爱的感人故事。要是我在这个年纪，也有人愿意为我这样，我豁出去都要跟他在一起。人家可是有老公的。那怎么了？宋总有钱又浪漫，还保养的好，不像有些人邋遢又没用。说不定啊，这晚上脱了衣服一身的味儿，这换谁都知道该怎么选了吧？莲儿，这一刻我准备了很久，今天有幸在梅尔小姐的面前献上这枚戒指的同时，向你袒露我的心意。雪，你真的不阻止一下吗？阻止？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一辆二手汽车，又老又破，还可能漏油。但是在我这儿，你可是一辆古董车。莲儿，有人看着呢。虽然说是老了点儿，但是还是散发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啊！你也调侃。徐朗，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。好，既然你这么麻木，就别怪我当众不给你脸面。记住我的选择，别后悔。在我20多年的生涯里，这个场合我幻想了无数次，我以后一定会把一凡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他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相信再也没什么能将我们分开。莲儿，你看，大家都在祝福我们。徐朗是吧？这有500万，拿着它离开莲儿。徐朗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你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我没办法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莲儿只有跟我在一起才能幸福。这500万足够你找一个普通人过完下半辈子。自己的老婆被抢跑了，却无能为力。这男人呐，到了一定年纪，无才难消美人恩呐。500万，很多吗？徐朗，你干什么？你都多大的人了？你以为自己这样很帅吗？这钱是他为了将你从我身边夺走。怎么？你觉得我应该收下？可是你也不能私了呀，这可是500万，你知道我们一家人要攒多久能攒得出来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事还是这么莽撞。你见过500万吗？我怕你这辈子
这有些人呐，就是不了解这个世界参差的概念。有的人呐，500万随便挥一挥手就赚到了，但是有些人怕是一家3口，这辈子都凑不出一半。真是一把年纪了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啊！既然你已经答应了，那我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来操心。这500万，无论是我花了，还是我烧了，跟你还有关系。莲儿，你这些年啊，真是跟错人了。你看他一副胡搅蛮缠的样子。没关系，你要是心疼他，这500万我就不用他还。我还用不着你来可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我也没什么好再犹豫的。Mary， 你看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你？Mr. 徐，没想到会这样。Mr. 徐，你是代表集团来接待总裁，难道 Mr. 徐你都认不出来吗Mary 小姐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前2天刚见过他，他只不过是给人跑腿的，怎么可能世家集团的总裁呢？我今天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世家集团的新任总裁。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对徐先生都不是很了解，但是在我们世家集团内部，无人不推崇他。可以说，没有徐先生，也就没有今天的世家集团。当年也是徐先生只身一人拿下整个欧洲市场，只可惜20年前他放弃即将上市的世家集团，一个人来到苏城。20年前，阿姨，莲儿，我等你这通电话已经等了足足3年。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来的苏城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20年前，徐先生也是为了你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。这么多年来，每次世家集团出现困难，我们都试图让 Mr. 徐重新重掌大局，但是他始终以家庭为由拒绝了我。这次我为了说服他，特意从法国来到苏城。果然呢，人不可貌相。你们女人呢，就是容易被迷惑。Mr. 徐，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太开心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陈小姐，是你把徐先生还给了世家。我相信日后在徐先生的带领下，世家集团能够重新屹立世界之巅。你怎么能瞒我这么久？我从没想过要刻意向你隐瞒什么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不是都知道了？什么叫过去了？你不是已经选择了他？我没办法和别人同时拥有你，我给你机会。不是这样的，徐老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你一直不能邀请徐先生来，集团就不该派你过来。Mary， 如果集团不是派他过来，我也不会答应。也许世界万般皆有定数。那您认为他该怎么处置？